文章，饿了吧？来吃饭。看你一直在发呆，想什么呢？我大一的时候，那会儿刚流行百度搜索，我费了好半天的劲儿，才把我妈教会。有一次我放假回家，发现电脑里的搜索记录都是老公出轨了怎么办？我妈当时在厨房，吸油烟机嗡嗡地响着，我从门缝里看见她在哭。我最亲爱的爸爸，他是千千万万男人中的一个，也犯了最不该犯的错误。我看爸妈他们挺幸福的，不像是发生过这种事儿。周斌，你跟我说实话，医生是不是说我的情况也许很糟？不管什么样的结果，我都不会跟你复婚的，这是我最后的态度。我最后的态度，不管你跟不跟我复婚，检查结果有多么糟糕，我都不会抛下你。明天签约，恭喜你！真的吗？来，我们庆祝一下。谢谢。Cheers！Cheers！高鹏总特意send email给我，夸奖韩素律师，说你工作认真负责，而且能力很强。他还 CC 给了所有的合伙人，大佬们决定破格升你为整个项目的负责人。韩苏 ，Well done！ Congratulations！ 恭喜我们！谢谢大家，都是大家一起的努力。多谢大家。干叔，王叔对面。韩苏，过来一下。今年的年度最佳，我打算提名你。谢谢你们，丽娜，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帮助。我没有帮过你，都是你自己帮自己的。Cheers。
Cheers！为了全世界最强的6边形女战士，韩苏大律师。为了全世界最傻的甲方太太。哪儿傻了我？手艺不错哦，好吃的？和这个酸酸甜甜的酒正好搭，5星好评。真的假的？我以前做饭经常被人挑剔，搞得我对厨艺都没有自信了。谁还能挑剔你呀？你前男友吗？哎，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，能挑剔你呀？展开说说。都过去了，没什么好提的。我好奇嘛，你们为什么会分手？我来香港的时候，他有别人了。他有别人了？有女人能从你韩苏手里抢男人？什么狐狸精啊！你见过他吗？他其实特别有魅力，有自己的过人之处。不是吧，韩苏？这个时候你帮别人说话，你是圣母吗？其实是因为我和他分手，跟这个女孩没有什么关系。怎么说？我们都太理性，太现实，太冷漠，而且本质上，我也没有那么相信爱情。男欢女爱的事情上，我不想浪费太多的时间，还有机会，所以我们注定会分开。他应该也是这样的人。开始的时候越梦幻，落幕的时候就会多狼狈不堪。爱情可能仅仅只存在于一瞬间吧。爱情只存在于瞬间。韩苏，你有没有觉得我不应该留在香港？你跟高鹏不是挺好的吗？我们2个其实一直都在努力的找以前的感觉，但同时我们又知道，对方已经不是以前的人了。对彼此新的样子呢，我们俩好像也很难适应。其实对于高鹏，我于心有愧。我在江州爱上过别人，我和高鹏异地时间太久，他在我生活中更像是一个微信界面里会说话的机器人，或者说一个智能提款机。在我最迷茫的时候，一个男孩从天而降，给我关怀、照顾，满足我所有对于爱情的幻想。别说了，怎么了？傻不傻？高鹏是我的甲方，你跟我说了这么多秘密，万一我没守住，通通告诉他了，你怎么办呀？你不会说的，咱俩多铁呀。那个男孩其实是有女朋友的，为了追我，他和他分手了。那个男孩也知道高鹏的存在，但他说他不介意。
有一天，他跟我说想和我结婚。那一刻我真的好幸福。为什么呀？什么为什么？你那么爱他，为什么不跟他在一起？他消失了。消失了？为什么消失了？就有天下午，我找不到他人了，怎么找都找不到。给他发微信，他也不回，我就这样莫名其妙的被抛弃了。他处心积虑的追你，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呢？你为什么会觉得他处心积虑啊？哦，因为我刚刚听你说那些，觉得这个人有一点怪怪的。被你这么一说，我也觉得他有些奇怪。哎，韩索，你是明大的，那你前男友也应该是明大的吧？他也是明大的，你们三个没准还认识呢。志南，有件事情我想告诉你。其实，我好朋友，我接个电话啊。怎么样了？我把周斌直接约在了增城的论坛现场。你确定你要这么干吗？我不太确定。楠楠，我心里好慌啊！要是你，你怎么办？要是我早跑了。三人对峙，想想都背脊骨发凉。姐，你这就满血复活了。核心指标没大事，子弹算是擦着眉毛过去。那就好，谢天谢地。我好好休息了一段时间，周斌他一直陪着我。为了这份爱，我可以放弃一切。我就是要让他当着我和他的面把一切说清楚。那万一，我是说万一啊，他迫于压力什么的，那你不就是无路可退了吗？你真的要跟他复婚吗？前一阵子我灰头土脸、生不如死地躺在病床上，现在想想都后怕。和那种恐惧相比，眼睛里进了点沙子，就不算什么。他来了，先挂了。他答应我了，我们一切从新开始。他说，我们谁也不会对过去的事情再提一个字，他会跟他一刀两断。可关键是你还相信他吗？比相信更重要的，应该是愿意相信吧。其实，也是我只能相信。他请我给他一个机会，但我心里知道，我是给我自己一个机会。OK， 好吧，尊重你。去忙吧，拜拜。怎么了？怎么呆住了？你刚才还想跟我说什么来着？我突然忘了，记不起来了。来吧。你瘦了。哦，最近这段日子熬夜熬的吧？知道你在熬夜照顾他。
我也在熬，每天晚上都会想很多。对不起啊，啊。我是嫉妒，可又不完全嫉妒。我觉得你是个有情有义的人。我现在才知道，爱上一个人是很复杂的。我订的餐厅位置在那边，我们坐下来慢慢说，好不好？好。你这人还在这儿，你是故意的对吧？我就是要你牵着我的手一直走过去，走到他面前，我要我们在阳光下确认彼此相爱的事实。你能别逼我。过去的我可以让他翻篇儿，但是对未来你必须做出选择。三个人面对面把一切说清楚，对大家都好。周斌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再相信你的一面之词了。孙安，想过后果吗？你就这么有自信？老公，真是巧啊！你是不是不知道我今天在这里开会啊？啊，里面有很多熟人，进去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我有急事，不行了，没走。老公，老公，你还没有告诉他吗？周斌，你要告诉我什么？你先走吧，我们下次再约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先走，算我求你了。那我先走了。你站住！我要让你当着我和他的面，把实话都说出来。周斌，你说呀。我总是常常一个人发呆，想象着我们与水隔的未来。我和曾诚已经复婚了。走吧，正好里面有人要给你介绍。心疼啊！
啊？没有，你别误会，领导，我叫他来就是跟他说清楚。他不自量力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是有办法。哎，曾总、周律师，你们来了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韩素，你心目中最完美的爱情是什么样啊？完美的爱情，大概只存在于想象之中吧。就类似某种真空条件下，两个人相互欣赏、吸引，是挺完美的。可一旦接触到空气，全变了。会因为关系太不安全，不断算计和战斗，又会因为关系太过于安全，变得索然无味。反正都会和一开始想要的背道而驰。是啊，所以最纯粹、最美好的爱，是还没开始的爱。怎么说？我上高中的时候，学校呢跟我家离得比较远，所以我经常会早早的就到学校，经常校门口还没有开。那时候我总会碰到一个男生，他在我们学校口碑不是特别好，因为调皮捣蛋嘛，成绩呢也一般。我俩经常就这么一左一右的杵在学校门口，也不敢看对方，就跟两个石狮子一样。后来，他会给我带早餐。冬天特别冷，他从口袋里把包子扔给我，还冒着热气儿呢。有时候，他会从我们教室门口经过，然后偷偷地看我。在柜子上给我留下几颗糖。我还听说，他去警告那些爱跟我搭话的男生，让他们不要影响我的学习。那你喜欢他吗？我跟他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有说过。为什么？不知道。像是某种默契吧，直到毕业我们都不算真正的认识。但是，那包子的热气，巧克力的口感，现在想想还是觉得很新鲜。爱情就像生命，只要不出生，就永远都不会死。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悲观啊？爱情还是很美好的。那是你爸爸妈妈吗？你妈妈好漂亮啊！你长得像你妈，你爸也挺帅。这都能看出来。在我的记忆里，
那个男人就是一个模糊的身影。在我们家是没有父亲的存在的，我妈也从来不提他，所以连那张照片都是被我偷偷发现的，我妈到现在都不知道。谢谢。有白头发了？是吗？在哪儿？这儿呢。你眼力可真好啊！那天你在医院趴着睡着了，我半夜醒了就一直看着你，怕吵醒你，当时就没给你拔。白头发这种东西啊，刚开始有1、2根的时候，确实会很焦虑，后来发现多了呢，也无所谓。什么样的瑕疵，等到了不得不接受的时候啊，就都会变成习惯的。有必要吗？有必要。你签了，我就更安心了。我找的是你不认识的律师拟定的，你有任何的问题，也可以改。还是要再强调一下这个阶段我们时间的紧迫性。在进印刷厂之前，也就是从明天开始，我们包括公司及所有的中介、承销商律师、公司的律师，大家都会集中在一起，就公司要上市的招股书内容，以及我们要向联交所提供的文件进行全面的梳理、探讨、修改，最终呢会由印刷商来统一处理。喂，是就在朋友圈官宣单身啦？你这求偶意图过于明显了吧，孙涵涵？确实，男青年们像鱼一样纷纷涌上来私信、点赞加安慰了。接下来至少到周末都排满了。你不会真打算跟这么多人一起约会？算不上约会吧，也就散散心。我现在不能一个人待着。那周边的东西你都还给他了？渣男去死就好了，礼物们可是无辜的。
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。这个味儿，跟我们家对面立交桥那个小摊儿味道一模一样。要是再有个花生毛豆就更好了。没问题。楠楠，你着急叫我回来，什么事儿啊？终于回来了，来。这什么？烤串儿啊！你最近这么忙，做你最爱吃的犒劳犒劳你。我在上面匹配到一个妹子，爱研究美食，跟我也聊得来，我让她教我的。你尝一尝。好吃吗？是不是肉太硬了？没事，你等下一步。挺好的，挺好的，我放这儿。你这么着急让我回来，就是为了吃这个吗？公司上市这么忙，你也没必要为了一口吃的就给我叫回来了。我这都忙一整天了，你不用这么凶吧？你觉得委屈以后就别做了。走了，回公司开会了。高鹏，高鹏，你变了。真是莫名其妙。你要知道，我现在管着几千人的公司呢，不可能像以前一样对你随叫随到，而且我也没有那么大兴趣继续陪你玩保护过家家。走了。你今天说，入印刷厂的周期大概是多久？一般每天工作18个小时以上，连续工作1周左右。18个小时。其实入印刷商对我们来说，就相当于是进了一趟鬼门关，只有体力、精力最好的律师才能挺住。听起来像是一次全身心的洗礼，我还挺期待的。真的假的？你是不是觉得我就是那种只会泡夜店、只会玩的二世祖？没那个意思。玩嘛，刚开始是挺快乐，但是后来玩多了，就发现快乐就变轻了，变淡了，再然后就变得无聊了。快乐其实还挺公平的。不管是谁，都没有那么容易得到。其实，在很多人眼里，我就是一个有钱的傻小子。但我还是想尽快能学到更多的东西，把公司打理好，至少做到不辜负我爸妈吧。我希望你能帮我。我一定全力以赴。谢谢。我还要谢谢你呢。胡律师把你发的邮件截图下来，发到了全所的微信群里面，很郑重地夸奖了我。他说，能得到客户这样子的认可，对我们这行来说是莫大的荣誉。你工作这么给力，这些都是你该得的。但还是得领你这个人情啊。真的谢谢你。看这上面哦，我看到了啊，云是从那上面过去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哎，你喜欢我是因为我好看吗？是因为你可爱啊。
好不好看？你长得挺正常啊。什么叫长得正常啊？什么叫长得正常？什么长得正常？怎么就长得正常？谁长得正常？我说我长得好不好看？好看。跟我说长得好看。正常。就这么喜欢看美女啊？不是我想看的，他主动推给我的。那你就不能看看我吗？我很丑吗？吃饭吃饭，天天说这些，我烦的。我走了，你保重。所以，我好看的人，我配得到幸福吗？司仪长啥样你不知道吗？我当然知道，我知道我不好看。这世界上比脸重要的事情有很多。你很漂亮。我走以后，你可以随便去外面转转，他们都会喜欢你。高鹏他变了，他以前很有耐心的，只要你足够爱，就能接受他所有的改变。怎样爱，才算足够爱呢？